少爺多看車，我是少爺看车。我们知道今年啊是国内 SUV 市场9系 SUV 的大年，我现在啊就要带你来看一款特別神秘的9系，但是呢此9系非彼9系，它就是我身邊的這台奧迪 Q9。Q9啊是奧迪 Q 家族的最新的旗艦，現在呢是世界的首秀，所以呢你是全球第一批看到它的人。来，咱們一起看一看。當我第一眼看到它前臉的時候，我覺得是瞬間這個時光好像倒流了，因為它的前臉讓我想起了第一代 Q7，垂直的這個中網非常的霸氣，覺得是不是王者歸來？你看這中網啊，一共有16個豎條，再加上可以點亮的這個 logo， 我覺得前臉這塊的辨識度也是没谁了。而且呢，這台車確實是非常高，整個的車頭呢做的非常高的一個提升啊，所以呢霸氣的感覺完全沒問題。再看一下細節啊，其實它整個中網啊這個位置呢是和車燈做了一個融合，整個融為一體了，所以呢顯得非常非常的寬大。當然從燈的這個角度來說，作為燈廠來說啊，奧迪這塊燈眉啊還是跟我們之前看到的這個 A6啊等等這些車型是一樣的，這塊呢是可以編程的，細節在這兒，一共有8種不同的鮮明的這種模式，重點是在這個位置，它的大燈。大燈呢上面是照明模組，底下呢是數字化的這個 Matrix 式的一個投影大燈，所以整體來說的話呢，它對前方照射的效果非常好。看到這個小黃燈了嗎？知道為什麼它存在在這兒嗎？因為這台車呢，它主要面向的是美國市場，所以呢，這是一個美規的版本。當然进入國內以後呢，這個小黃燈肯定就沒有了。看，咱們到車身側面體會一下它的體量感。那麼 Q9 呢，它的尺寸長度呢是5.3米，軸距呢是3.14米，高度呢1.8米，寬度超過2米，所以它整個的這個體量感是完完全全沒問題的，絕對是一個旗艦 SUV 該有的氣場。那麼從車身側面來看啊，整個的這個設計呢，我認為是非常具有奧迪的這種特色的。一方面呢確實非常的優雅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確實很運動。比如說像車前面肩部、後邊的肩部隆起，非常的具有運動感，就是肌肉感很強。然後在側面轮拱這塊呢，同樣有一個凸起，那麼這個凸起呢，同樣也是源自於 Quattro 4驅，所以呢，給到人的這種感覺呢，就是整個車呢對於路面它的這個抓地力非常的好。咱們再看一下整個的窗線啊，這個窗線呢其實還是比較直的從前一直延伸到後，包括在地柱這個位置這塊呢，這個拐角其實是比較厚的在這兒。這個車呢其實是一個黑色的套裝的一個版本，那麼當然肯定是有這個銀色鍍鉻的這個條可以選的。如果選銀色鍍鉻條的話呢，這塊會顯得更加的寬大。那麼整體來說的話呢，給人塑造了一個修長但是呢非常有力的、非常堅固的這麼一個印象。還有一個細節不能忽視啊，就是它的車頂行李架。我們可以看車頂行李架呢，其實尤其是在後邊這塊呢，其實是比較往上走的你看這兒這種設計的角度，這個角度是比較往上走的，所以呢整體來說的話呢，它也幫助車身側面塑造了一個非常挺拔的印象。再看一下輪圈，這個輪圈呢是22寸的，是這台車的一個專屬的輪圈。但是呢我們知道這麼大體量的一台車，其實奧迪還給它準備了一個23寸的輪圈。如果選23寸的輪圈，我覺得放在這台車上那也是沒誰了。来，咱們再看看車尾，我覺得車尾呢非常具有辨識度，也就是中間發光的 logo， 然後呢一道橫貫的 LED， 那麼同時呢两邊有這個 LED 的燈帶，其實呢它是 OLED 的一個显示屏，可以理解為。那麼这塊呢還有一個功能區，這個呢是新一代奧迪的設計語言的一個體現。但是呢在這個 Q9 上面又做了一些進化，比如說整個的這個車尾的一個比例啊，像後窗，然後呢像這個發光的 logo， 包括這個橫貫的 LED 燈帶，還有呢就是牌照框，它們三者的這個關係其實為 Q9 塑造了一個更加挺拔的一個印象，讓這台車整個後邊顯得非常高。當然作為灯厂來說的話呢，它的尾燈也有些黑科技，黑科技来了啊，就是在这兒，這個呢是新一代的 OLED， 它的最大的亮點是在於它能做成彎曲形狀。你看其實跟上一代的這個 OLED 比的話呢，上一代 OLED 全部是平面的，
但是呢，現在它已經能做成彎曲的了。它的這個厚度只有0.1毫米，非常的薄。而且呢，你看现在它亮起來，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非常立體的透視的效果，感覺特別好。整個它的 LED 的這種模塊燈組，兩邊加起來一共512個，這比上一代車型呢確實有所提高。說到燈呢，我必須得給你展示一個新功能。現在當我們把转向燈打開，來看看地面，地面有投射出来的转向燈，前後都有。看，这个呢投射是在这个位置，在地面上投射出来。这个好处不言而喻啊，就是当我们晚上夜间在变线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灯投出来呢，它会提醒周围的交通参与者注意。当然呢，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效果啊，就是流水的这个效果，因为法规的问题，在国内没法实现。但是呢，国内投射的这个转向灯这个功能呢，一定会有的。好吧，那咱们外觀看完了，咱們進到車內看一看。電動門一打開，老闆請上車。來，讓我帶你看一看 Q9 的內飾。首先坐進來以後呢，我覺得 Q9 的內飾呢，真的非常的現代化，非常的時髦，同時呢，非常的 cozy。cozy 這個詞呢，我覺得用於形容它可能更合適一點，因為它給人感覺呢會更加溫暖，而且呢更加舒適。坐進來以後就非常的放鬆，它並不像有些車可能科技味十足，但是呢會覺得冷冰冰的。但呢，整個 Q9 的內飾，我覺得完全沒有這種感覺。該有的數字化的東西、現代化的東西會有，但是呢，該給你情緒價值的地方一點也不少。關於材質部分，我覺得就不用說了，因為本身 Q9 的這種材質搭配呢，非常的講究。像上邊是黑色的皮質的包裹，這塊呢用的是織物，黑色的織物。底下這個我們這台車呢用的是一個類似於白楓木的這麼一種裝飾，所以呢。顏色的搭配，包括材質搭配的不同，使這台車它內飾有了非常豐富的層次感。而且在車門這塊，同樣白色的楓木，這塊呢是織物，當然裡邊藏的是 BO 音響。然後這塊呢同樣有這種能透光的帶背光燈的這麼一個裝飾板，真的非常好。說到氛圍感啊，咱們必須得看一下它的氛圍燈。除了像咱們剛才看到門板上的這種氛圍燈以外，那麼包括前面的這個氛圍燈呢是帶指示功能的，就像左轉向燈、右轉向燈亮起來的時候呢，它會跟隨一塊亮起來。那麼同時呢，我超級建議你抬頭往上看，哇，這個大天窗整個是能夠被點亮的，而且呢，它的這個氛圍燈的顏色和這個車內的氛圍燈是完全一樣的。那麼同時呢，它是可以打開的，這個就充分彌補了當前這麼多新能源車，它的這個天窗做的確實非常大，但是呢打不開，你就像一個在溫室裡邊的花朵一樣暴曬。那麼打開以後呢，完全可以實現一些通風的這個功能。與此同時呢，我覺得你千萬不能忽視座椅這個位置，氛圍燈帶現在已經延伸到這兒了，非常的細膩。說到座椅啊，我覺得整個座椅對於人體的承托到位，而且呢，你看包裹感非常到位。同時呢，肩部這塊支撐也沒問題，這兒做了一個整體式的頭枕，整個的這種質感啊，包括上面菱形格紋，然後呢還有一些拼接工藝做的都非常好。作為這麼大尺寸的一個 SUV 那麼 Q9 呢給我們提供了兩種不同的座椅的布局。這台車呢是一個6座版本，來咱們後排看一看。坐到後排以後，空間妥妥的，完全沒問題。後排關門呢，除了像這塊按鍵按一下以外，在車頂上還有一個按鍵。好的，感受一下後排，非常的哇塞。抬頭、低頭、左右，全部都是非常 cozy 的這個感覺，包括腳底下，我覺得這個氛圍感營造的真的是太棒了。後排的配置層面呢，其實咱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空調，整個控制區域是在這兒的。那麼這兒是空調出風口，這兒有兩個杯架，然後這塊壁柱上也有空調出風口。這塊的按鈕調節窗戶的按鈕，既可以控制我這側的，同時也可以控制這側的，所以它的這個便利性和尊貴感是沒問題的。
後排座椅調節電動，都这個級別了，必須得電動。來，咱們稍微往前調一調，然後去第3排看一看。當然了，第3排上下車它的便利性是有保證的。我们在後門這塊呢也發現了一個按鈕，那麼通過這個按鈕一鍵，現在先把前排的座椅往前挪，然後2排的座椅會繼續往前挪，這樣子呢就騰出來一個足夠寬大的空間，直接進入到第3排。好，坐進第3排，那麼前面呢是我的位置，大概呢膝蓋離前排的座椅呢還有大概2指的這個位置。後邊我的腿放進來完全沒問題。你別忘了我是185的身高啊。這塊呢帶空調出風口，然後呢座椅加熱，這塊呢是控制前排座椅翻折的這麼一個電動按鈕，這還有一個 Type-C 的插口，杯架什麼的都給你預備好了。所以呢第3排座椅呢它的空間包括座椅的舒適度，我覺得也完全沒問題。這個呢對於一個大6座的這個 SUV 來說是合格的。來，咱們看一下後備箱。現在呢我是把第3排座椅已經放倒了，有一個巨大的這個儲物空間，而且呢這邊你看它有一些捆綁行李的這種設計，也非常實用的。所有的後排座椅啊，它是能通過這個按键一键把它去做一個竖直或者是放倒的，把它立起来。即便是座椅立起来，那麼這個后備箱的空間呢也完全沒問題，足夠用。關於這台車的動力啊，咱們再簡單說一下。對於咱們中國市場來說的話呢，最重要的就是這台 3.0T 的這個發動機。那麼整個它的這個功率呢是270千瓦，550牛米。這個數據呢大家應該非常熟悉了，而且呢是帶 MHEV 的一個轻混系統，能額外再增加18千瓦。好了，我們已经对这个 Q9 进行了一个初次的体驗，不知道你感覺怎麼樣？反正我覺得這台車確實稱得上是奧迪 SUV 家族的旗艦的這麼一個地位，不管是體量也好，不管是它的設計也好，還是說它的配置，包括它裡邊的各種各樣的氛圍感。這台車呢目前應該是在今年的廣州車展會有一個正式的亮相，那麼爭取會在今年年底或者說是明年年初交付給我們的客戶。怎麼樣？你喜歡這台車嗎？咱們評論區聊一聊。